Hello，宝贝们，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录制的是荷花的第二种画法啊，也就是已经起好形的状态之下，彩绘胶打底，然后用水彩给它进行一个搭配，进行一个结合，做出来的一个效果。我们以这个形为例啊，然后用它去搭配这样的一个荷叶啊，去做出咱们荷花的一个效果哈。那我们先来给它打个底，这个底色的话可以涂一个透白啊，就简单用个透白色打底就行。好，照灯。不过多给大家做展示了啊，照灯。好，照好灯以后的话，我们用这种小雏菊笔啊，然后蘸彩绘胶，正面反面都蘸一点，不用完全蘸满啊。我们可以先去画荷花的轮廓，然后再去画荷叶的啊。可以先画它后面的部分，对吧？这个可以往上一点，这样压下去一笔啊，然后慢慢收。收的话，这样不用就是说收的很突然，但也不要说给它画成那种细长的叶子啊。然后这边稍微带一点弧度，收回来。这边可以稍微往下一点，压下笔，收回来，收尖都到这一个位置。可以是这边，再来一个比较小一点的。好，然后下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给它画那个荷叶啊。荷叶的话，我们画一个那种蜷曲的那种感觉的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，先画一个这种波浪形啊。可以先这样去，都把颜色先刷上去。画彩绘的时候，前面不要爆边啊。这样画上去之后，然后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给它找一个轮廓，要不然一会儿我们上色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个全叶应该从哪个地方全，对吧？可以先用彩绘胶标记一下，因为彩绘胶是能够画出它的纹路出来的。啊，这边给它找个形状。这边。中间这一片就是中间空心的一个部分，中间里面镂空的一个部分。好，然后它这个一个荷花的话有点单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在旁边顺带着把这个画出来。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画在这个位置。这个画就一笔啊，一笔下来，来一个收尖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底下的话，我们稍微这样衔接一下，把这个笔稍微立起来一点点。这样一个效果哈。照灯。完成后，我们给它涂一个磨砂封层啊，不要爆边。
照灯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来取一下水彩的这个颜色啊。颜色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彩绘盘里面用粉色了啊。粉色直接这边有一个现成的粉，好笔洗一下笔啊，沾一沾水分，先把水分都吸走啊。然后的话，笔尖点一点点水到这个里面去。吸一下这个粉色，还是笔尖吸色啊，我们选用的是取渐变色的一个方法。取好渐变色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笔尖朝上啊，怎么才能把这个颜色画的，就是说不朝它的这个不蹭到外面去啊，要瞄准这个形状的同时，笔尖始终是朝上的，然后它只能左右上下这样去挪动啊。笔尖的话既不要这样。也不要这样，就始终是这样的啊，一个位置，看啊，往下去拖拽的同时，然后左右，然后到这一节点，就是到这一个边缘了，对吧？然后往上去提到这个尖角之后，然后抬笔。哎，这个时候颜色有点浅啊，在这个上面颜色有点浅，再来一遍啊。左右晃动之后，哎，到这个节点之后抬笔收。好，然后左右的这个花瓣啊，我们把它这个始终是放到花朵的肩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往下去拖动，这样拖动的同时，然后往上提啊，做这个动作。放慢速度来做一下这个动作，基本上就像在画一个三角形一样。收笔和这个下笔的位置是同样一个点啊，然后笔上稍微有一点点干的时候，就沾一点点水。然后这边这个往下拖动。去吧，你看，我们是按照这个边去在描它，描这个外轮廓，然后往下拖拽的同时，往回转笔，啊，收笔、抬笔，这边笔尖颜料始终看着一点啊，觉得颜色有点浅的时候，就及时的再去沾颜料。这边是笔尖朝着花瓣方向啊往下挪动，然后收笔收尖。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它的话，这个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画的深一点啊，这个颜色。这颜色我们在正好这边旁边有红色嘛，笔尖蘸一点点，之前这个红，左右拖动，然后到这一边花瓣，左边的花瓣往上抬笔。好。做完这个步骤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来给它画第二层花瓣，或者说是这样啊。我们这个花瓣的话，教一下大家，我经常会是，在花朵的旁边用彩绘胶的线条去体现它的那个，花叶全区的感觉啊。我就找一个细细的这个彩绘笔。软一点的哈，看一下啊，笔尖蘸一点点，就笔尖有一点点白色的彩绘胶啊，这个是画在哪儿啊？我们把这个位置是这样，看扩回来。
是不是？这样就会感觉这个花叶是卷起来的了，对吧？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，正面是粉色的，然后那个花朵背面是白色的。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就是说两面都给它圈得死死的啊。来啊，我们在这一边画出来，这样的。再来，笔尖轻轻去蘸胶，不要留有胶珠的位置啊。然后所有的都可以去画，就是这些花瓣上面都可以画上这样的一笔。但要注意的就是它们几个上形状是有变化的。我并不是说就是给它勾一下就完事儿了啊，我们要给它勾出那种是花叶卷起来的那种感觉啊。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勾个边儿的话就没有意思了，对吧？有的可以是一侧勾，有的可以是两侧勾，然后这个形状我们都可以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画过那个花瓣的画法那节课，我们给大家区分过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勾这个旁边这个位置不可能就是说一条线啊。来啊，我们把这个。这个画的就可以比这边粗一点。好，这个我们先照一下灯啊。然后就像我们上一节给大家演示的这个花瓣的描边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要先把这个上面粗一点，然后下面细一点的这种线条的画法，同时啊，就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花叶，对吧？咱们这个是一个花叶啊，然后咱们把这个旁边这个白色的彩绘胶画上去的时候，它得是什么样的呢？得是画出来之后是有这种变化的啊。你比如说这边这么画了，我们这边这一笔可以下在这儿，然后稍微小一点点，这样它才有一个被包裹的感觉。切记要画成什么样的啊？这个我之前有很多宝贝在画的时候都画成这种了。都画成什么？直接这边描一边啊，这边描一边，那都不如不画啊。我们要画出这种变化出来，而不是就是给它圈死啊，就是从头到尾都给它勾一下。你想线条画的细可以，你可以说像这个一样，就是从这儿画到这儿画到底下的位置，哎，就虚了淡了，然后到这儿没有了，给它留一个留白。然后这边可以从这个地方起笔，然后画到这儿虚了，留个留白位置啊，不要这样完全给它从头圈到尾哈，这个是一个禁忌的点啊。让我们继续，这个上面我们可以说是再继续给它画什么？还有很多需要画啊，比如说这个下一层花瓣啊，一定要先把这个先照灯，再画下一层花瓣啊。先用小雏菊笔，我们再来蘸一点点白色彩绘胶，然后第二层花瓣我们可以画在哪儿呢？画它俩中间的位置，这个地方转一下弯，收一下笔啊。这个动作如果大家怕自己画毁了啊，就是一旦画毁了，咱们再擦得改，但是改的情况下，你底下水彩的颜色因为没有做任何的保护，容易掉，对吧？一起可能就被擦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说给这个上面去涂一个底胶，然后再来画彩绘胶的线条。啊，我没有涂底胶啊，我是直接在水彩上面画的，所以我这个就是不容许我出错啊，出错的话就完了。这边来一笔，然后底下这儿可以来一个小小的，这样的，然后可以是这里啊，我们直接把那个莲蓬画上去，看，画一个这样的形状。我这个看一下的 ，OK。然后这里啊，把笔稍微侧过来一点，因为你正着
去画的话，它那个花瓣形状有可能太大，把笔这样稍微侧过来一点点而不是完全立起来，侧过来一点点。照一下灯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涂一层磨砂封层。如果你能像我一样能把握好花瓣的形状啊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中间不用涂底胶，就是一次性可以把它完成的情况下啊，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涂底胶。好，然后再涂彩绘胶，这个是一定的。一开始我们再去练习的时候都会是磨砂封层底胶啊上的层数比较多，越到往后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越来越节省这个胶的层数了啊，也会节约时间。好，然后我们准备上第2层的颜色啊，点一点点水，直接取这个粉。这个粉色就是用这个颜色砖红加肤色调出来的粉啊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加肤色，也可以调出就是更粉嫩的啊，根据宝妹自己的喜欢。然后更粉一点就用那个红去调。还有这个嗓子，说话真的是不太好听啊。来啊！跟上一个是一样的一个做法，挪动，这样一个效果是吧？水分一定要记得不要太多啊，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有点像开花那个效果一样，这就说明涂的时候水过多了。这个时候不用焦急的把它擦掉，重新画，再到它的基础上再描一遍就行了。这样的啊，然后画这一边。这一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笔尖再来沾一点点这个红啊，让它颜色有点跟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下颜色啊，洗一下笔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蓬啊，莲藕我们画一下，先是什么肤色，可以先用肤色把里面这个给它铺个底啊，对吧？然后绿色。可以用这个，因为它面积比较小啊，圈个圈儿，笔尖轻轻勾，这边轻轻勾，要不然没有轮廓，是吧？这时候把笔洗一下，洗一洗水啊。然后中间这样轻轻用笔去这样轻轻扫2下，让它跟底下那个肤色有所混合。这种感觉啊。然后的话，再来一下更深的绿啊，更深的绿可以用绿跟那个褐色调一下。笔尖水有点多。不
不要这么多的水。好，着重再找几笔这样的重色。用来干净的笔啊，进来走2笔哈。这样立体感就出来了。然后趁它干了之后啊，一定不要说湿着的时候去画，要干了这个，戳2笔。OK。OK， 然后我们借助于这个颜色，把这个底下的梗画一下。这个是有梗的，然后被背面给它盖住了，还是得体现一下，要不然没有那个根儿了哈。然后它的旁边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绿色沾一点黄，它得跟那个梗有区别，对吧？加一点点黄色，有点黄绿色，有点嫩绿色的效果，就不是深绿了。加在哪儿啊？加在这儿。很细微的一个动作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水彩肯定是没完事儿，下面荷叶还没画呢，对吧？然后它最后还会有一层啊，但是这个我们最后再去体现。我们先放到一边啊，荷花没完全画完。那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荷叶的颜色先上一下。荷叶颜色啊，我们刚才不是调出一个嫩绿吗？这个嫩绿你可以先把中间这一边颜色给它先这么涂上去，中间这个位置啊，先这么涂一下。这样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去，把深绿色再粘出来。这个时候不用去渐变色啊，就直接正常的颜色就行。看一下水分，水分要是有点多，就吸走一部分；合适的话就正好去画了。水分有点多，我再吸回来一点啊。虽然不是渐变色，但我们也压着笔去画。压着笔去画的时候，笔上颜色有点重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也会带出一种类似于渐变色的感觉。就它底下这个地方也是有颜色的。然后我们描着这个边吧，多给它描几遍，描几遍它里面就会有这种纹路感，看到吗？这样的一个纹路感啊，用这种效果去呈现它的一个全页的一个感觉。看一下颜色够不够深啊？是不是我们想要效果不够深的话，就加一点橄榄绿进去。这样的，这个颜色好像会更好一点哈。那我们原本这个也不用擦，直接覆盖一下。
这样的啊，然后里边这个绿，现在你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，好像很浅啊，很浅的话，这个时候也不用动它。我们刚才不是有这个深绿嘛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说是笔尖啊，少沾一点点水情况下，取一下这个深绿色，它里面的位置啊，倒着标注出来。这个位置深，但是它跟我们的那个外面的这个绿它是有区别的。看，这样它就会有特别有那种空间感了。就可以了，刷一下笔啊。其实不难啊，就是我们上颜色的深浅的把控和这个渐变色的取色以及调色，主要是把前面我们教给到大家的这些基础能够完全掌握之后，你会发现画这些一点都不难。然后在它里面画这个纹路了啊，到纹路的话，刚才这边不是有颜色嘛，直接加一点深褐进去，它这个颜色呈现出是一个老绿色啊。相对于这个笔吧，它有一点点干，就没那么水分没那么多。这样你去勾线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有点干枯的效果，有点类似于枯笔法啊。手画中间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用。你看这个水彩自然而然留下这个痕迹感，它都很自然，这个效果。勾它的纹路啊。底下这个啊，我们要记得是什么呢？就是外深内浅，但是纹路的话却是里深外浅。画纹路的时候，里面的纹路颜色深，外面纹路颜色浅啊。外面纹路颜色可以直接用橄榄绿调一下，加点水啊。或者说，咱们这个荷叶有一种很经典的配色是这个绿加橄榄绿加那个褐色，对吧？其实你可以给它画成蓝色调的啊，蓝色调的也好看，就是绿色加蓝色，我们稍微调一个颜色出来，它呈现的是那种很小清新的感觉，这样的配色也很好看。记得它不是连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稍微分开一点点距离啊。一定不要画太密集啊！不小心画太密的话，你就稍微给它沾一点点水，给它洗一下，给它洗的淡一点。可以说挑出来的这一笔就当是高光了，你也可以不用管。里面的这个位置掏一个洞出来，要不然看不见它这是荷叶那个核心。再用彩绘胶的部分，彩绘胶的部分干嘛呢？把这一边画出来，对吧？
第二层的这个全区的叶子可以说跟第一层稍微有一点区别啊，你别都画在就是两边这个上面这个位置。你可以说上面的这个就是底下第一层的时候画在上面，第二层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偏下一点，怎么去画？画到这儿的时候啊，这个中心可以描两下，这种感觉。OK， 这个地方再来给它来一点点，就是类似于小高光啊，一些纹路上方勾几笔这样的线条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最终再用这个，还是用回这一支笔啊，小雏菊笔来蘸一点彩绘胶。然后在它侧面的这个位置啊，这个得先照一下灯，带一点点这个之后啊，要不照灯的话，我这一笔下来，这个几个纹路就毁了。然后这一笔的话是画在它的侧方啊，记得这是最后一笔对吧？这一笔就是属于半包着，你不能完全把它包进来，半包着，所以它这个形状上会有一点点歪一点点啊，然后下来直接收笔，这样的啊，再来一点点胶，笔上胶量有点少啊，让它有一点透了。这样的一笔过来啊，然后这一笔上面是不用再上颜色的，是这个侧面稍微侧一下下笔，这个我们再给它可以加一笔啊，让它是这样的，看看要不要加。然后我们侧面可以再来一笔啊，可加可不加啊，加的话就加的瓣儿小一点，然后抬的细一点，这样可以哈，照一下灯。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再多加一层磨砂封层了啊，因为我刚才又多了一笔，所以这一笔也得上一点那个颜色啊。磨砂，照灯，取一点点水分，取这个有一点偏红的。
其实如果不加这一半的话，这一半颜色可以就让它这么白着啊，是没事儿的。但因为索性我都加了磨砂封层了，这一半咱就给它上个粉吧，上个粉色，粉色能很自然，是吧？哎，可以了啊，这回水彩算是真正的完成了。海原醋给它打一下，底下磨一下，两侧磨一下，这边磨一下。好，然后底胶。照灯，然后完成之后，我们去上一个亮面封层啊。这里喜欢磨砂效果的宝贝的话，可以选择去上磨砂封层啊。我用的是亮面的。然后这里我们有一个点啊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荷叶上面来一点点那种清新的感觉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这个封层先不要照透啊，就是不要照灯太久啊，就照个10多秒。我们就拿出来，为了在这个上面我们加那个小水滴的效果啊，可以用那个3D 硬封加稠啊，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水滴造型胶啊，用那种点一滴啊，点一滴这个胶，还是这样的啊，有点多，点上一个小水滴的感觉啊。之所以说照灯不能说照太久的话，是因为照太久了，你再点这个胶，它就容易说滑落啊，或者说不结实。点一个小水珠是吧？这边可以再来一个小小的啊，点一下，然后立刻拿起来。好了，照灯。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可以说照的久一点了啊，照2分钟，对吧？这个款才算是完成啊。来看一下它最终的效果啊。OK 啦，那这节课就到这。